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H。今天呢，又来到我们的阿 Jeff 摄影师的这一台 Proton Persona 的系列了。相信你们大家应该都有看到之前的影片啊，就是这辆车呢发生了一个车祸，车祸了过后呢，我们再把这辆车拿去做了一个 claim 了过后，我们再拿来做了一个 wrapping。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假狗 Iris R3 Sedan 了。那既然这辆车已经做到美了，我们就不要再让这辆车有意外的机会。这一台车啊，之前为什么会发生车祸呢？就是因为在紧急情况下停不到车啊。如果你们错过那部影片的话，现在请看 VCR。哇啦喂，这辆车我自己是有驾过好多次啦。这辆车有2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个就是它的 engine mounting 极北抖到已经很严重了。你抓这个 steering wheel 啊，好像在抓那个 PlayStation 的遥控器这样子，抖到怀疑人生。parking 这也抖，走直路也抖，什么情况都在抖。所以今天我们要做2个东西，一个是把 engine mounting 换掉，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跟你们讲的刹车这个东西，我们要把它搞好来。那今天这一部影片呢，真的是要非常感谢顺焕 Auto Center， 它太 steady 了。之前呢，我们在拍这辆车的时候就有讲到它的 brake 不刺，还有 engine mounting 坏掉，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赞助我们减低这个意外的发生率。那这个在 Segamat 的顺焕 Auto Center 呢，它就寄来了一套 Shimano 的 engine mounting， 还有这个叫做什么 Lemberg 的 brake pad 啊。这个 brake pad 呢，我们可以在盒子上面看到，它是可以耐500度的高温。500度够力吗？对我来讲是不够用啊。可是以平时街用，你们在路上驾这辆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OK， 除了这个 Lemberg 的前面的 brake pad 呢，顺焕 Auto Center 它还给我们寄来了这个 LPB 的 brake shoe， 这个是后面的啊，因为这辆车后面是没有 disc brake 的，它是用这种brake shoe 的方式来停这辆车，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就会把这个还有刚刚那个 brake pad 换上去。那这辆车呢，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很够力抖动的问题啊，就是 engine 里面有一个东西叫 engine mounting， 就是引擎基脚，就是让你的车的 engine 挂在你的车上，可是它不可以绑死在你的车上啦，因为引擎是会震动的嘛，所以呢，它就要有一些塑胶啊，让它来缓冲掉那个震动。那这个 Shimano 呢，其实我之前也是有用过这个牌子的东西哦 ，very good。为什么我会这样讲？以前我的 Proton Previa 呢，刚买回来2年 engine mounting 打包，然后我就回去原厂，回去 Proton 换 Proton 的 engine mounting 啊，1年半打包。后来有人讲，为什么不要用副厂的？我就觉得信心不够啊，因为原厂的东西我感觉就是比较好啦。副厂的既然是副厂嘛，这样应该没有这样好吗？结果我就换上了 Shimano 的 engine mounting 啊，可是我就抱着一试的心态去 try 一下，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不要紧，因为也不会很贵。结果换上 Shimano 的 engine mounting， 在我的 Proton Previa 过后啦，用到我卖车还是美。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安装 Shimano 的 engine mounting， 还有刚刚你们看到的那2套 brake pad。当然这辆车其实我们在之前已经换了它的 engine mounting 上面2粒啦。我开 bonnet 盖给你们看。OK， 打开这个 engine bay，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边有一坨黑的东西，这个就是 engine mounting， 当然左右各1粒啦。Persona 这一款车呢是有3颗 engine mounting， 左右还有下面。我们那时候因为很急用这辆车，要把这辆车开上 KL， 所以我们就只换了上面容易换的2颗。今天就来把下面的这一个换掉。其实那时候我们换掉上面2颗过后，我们就感觉到整辆车驾起来非常的 smooth， 好像新车这样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再把第3个换上去啊，那个驾驶感一定会增加，一定会更好。那如果你们要买到这一系列的东西呢，或者其他的 spare part 的话，都可以联络我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一边哦，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的顺焕 Auto Center， 他们在这一行打拼已经超过40年了，专门就是卖汽车还有小型卡车的零部件，不管是什么 spare part 啊、替换件啊，你们都可以在他的店找得到，而且他们有大量的存货。我觉得存货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急用，好像这个 Shimano 的 engine mounting， 我们的车已经很难驾了，已经坏掉了，engine mounting 爆掉了，我们要上 KL， 有一间店如果有现货的话，就很容易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那今天我们来到这间店呢，就是之前Jeff 的这个车做 service 的地方啦 ，HKS 在新山的龙园这边，Amanta State 这边啦。然后我们等一下就会把这辆车的 brake pad、brake shoe、engine mounting 统统换上。换上过后，我再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换了 brake pad 过后，其实是要 run in 的，要怎样 run in， 我们等一下继续看下去啦。Let's go！ 现在我们拿下
来原本的这个 brake pad 了啊。这个 brake pad 其实它的厚度还 OK 的，还不是讲吃完了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停不下来啊，这辆车非常的够力啊。这个牌子是给你们看一眼啊。之前他去哪里换的也不知道，换了多少钱他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是你知道的？不会停吗？不会停是吗？鸡蛋糕够危险了，我驾的车我真是怕。OK， 所以现在 HKS 他们的专业工作团队就在把这个车呢换一换它的 brake pad、brake shoe， 然后刚刚 engine mounting 是已经换上去了啦。原来下面那一只 engine mounting 啊很容易换罢了，只需要拆2颗螺丝，把2个螺丝拿掉，那只 mounting 就可以拿下来了。然后下面的 engine mounting 是没有很大的损伤啦，它的 rubber 也没有破掉，不像上面2粒，上面2粒是真的是烂掉啊。在 accident 之前呢，这辆车已经是很够力抖了的。然后那时候 accident 的时候，应该是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震动或者 impact， 所以把那个 engine mounting 直接撞爆。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开这台车上 KL， 就急忙忙的去找了阿燕把它换上去。现在3粒 engine mounting 都已经换好了，等下 brake pad 也跟它换好了，我们就把这辆车开出去体验一下差别啦。2000 years later. OK， 我本来以为这个 video 要拍完了，结果我拍一下，发现这辆 Persona 呢，它的 brake 油啊，好像没有换过这样，好像 Kopi O 这样黑。所以呢，现在就要把它的 brake 油一起换掉。那这次我们用的 brake 油呢，没有广告啊，这个完全是自费的。我们用的是这个 Shell 的 Dot 4的 brake 油。其实这个 brake 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很多人都忽略掉，以为只是换一个 brake pad 啊，你的车的 brake 就会吃了。其实没有这回事啊，因为那个 brake 油如果肮脏的话，或者那个 brake 油里面有水分的话，你在踩刹车的时候呢，那个油就会因为中间有空气、有气泡，然后你踏下去的时候，气泡会压缩，变成你会踩虚、踩空。我驾的车的时候，就是有 feel 到这个感觉，非常的危险。所以你们如果是觉得自己的车的 brake 踩虚、踩空了，可是 brake pad 又才换不久的话 ，brake 油一定要检查一下。那现在我们就把 brake 油给它换掉，才来上路试驾这一台车啦。如果你们错过了之前我有一个详细解说 brake 油的影片的话，都可以点击我影片右上角这个 link 过去看一下哦。那一部影片里面非常多资讯，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brake 油是什么样一个东西，为什么要换 brake 油。OK， 现在我们是已经把这辆车的全部东西搞定了啦，然后我们就要把这辆车开出去试一下。然后我试的话不准，要给车主来试。我们的 RJF 摄影师呢，今天他的这辆车啊，可以讲是一个大换血。上次其实已经大换血一次了啦，我们已经做过一个 full service 了 ，engine 油、牙油全部换过了。错过的朋友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过去看哦。那今天这一集呢是换 brake 油前后的 brake pad， 还有换了一个 engine mounting。OK， 那现在这个车呢，几乎是完全没有抖动了啦 ，steering 不会有那个 PlayStation 遥控的感觉了。所以讲啊，这个 steering 架起来抖动，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因为 balancing 没有做好啊。如果是高速的时候抖动，停住的时候没有抖动，这样应该是 balancing 啦。可是他的车很明显不是 balancing， 就是 engine mounting。现在换了 engine mounting， 搞定，漂亮了啊！踩了第一脚 brake， 什么感觉？它的反应快很多，我还没有 expect 到它会停，它已经给我自动了。你现在加这种用平时的方式加，因为你的车还没有 run in 那个 brake pad， 我们的 brake pad 换上去要时间 run in 的，大概是你走一个几百公里啦，然后给它的 brake 皮跟你的 disc rotor 磨到一样的那个凹凸，一样的形状，它才可以做到更加好做到完整的那个制动力啦。所以现在刚刚换上这个新 brake pad 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加太快啦，顺加就好。这样在顺加的同时呢，你就体验一下差别在哪里，跟你平时顺加。现在我们要停车了啊，感受一下，特别有安全感。虽然我一踩它就抓，一踩就抓。之前不是讲它不会 brake， 它还是会 brake。可是之前我驾你这辆车，我感受到的东西就是要踩很深，踩很深还不要紧，踩很深它还不要什么停，它就是慢慢跟你好像在那边抓这抓不这样，就很危险啦，没有安全感。那刚刚你这样踩一下刹车嘞，我坐在旁边我都比较有安全感。就感觉之前真的是不行，可是我驾了结果才懂，原来真的不行。所以你是没有驾过 brake OK 的车啦？没有去 sense 到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自己的车它慢慢的变成没有那么好了过后，自己没有察觉，因为它是慢慢的嘛，不是隔一天就变成没有 brake 嘛，所以
要多驾其他人的车，要去多驾其他新车还是朋友的车，然后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车有什么问题。好像我平时是一直在驾别的车嘛，那上次我驾了你的车走长途去 KL 啊，真的是吓死我，踩 brake 啊，那个脚真的是要踩很深，还不要停。所以上一次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看到车来，你把脚踩完，它都不要停。对，真的，他踩了，他还在拖。还在继续向前走，所以如果你们要买到这种 spare part 的东西啊 ，brake 啊、黑油啊、engine mounting 啊，大家不要忘记可以到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找到顺发 Auto Center 啊，他们的联络方式、电话号码、地址我都会放在影片下方啦。这辆车我们做了这样多东西，连 brake 油刚才也换掉了。所以以后我们上 KL 还是我们去更远的地方做拍摄，开这台车是更加有安全感啊。好啦，今天的这个分享大概就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还会对这辆车做什么东西，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部非常精彩、非常好看的影片了啦。当然，这一台 Persona 是一个系列型影片啊，如果你们错过之前的影片，都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的 Playlist 过去看一下。我是RATH，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